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在每个被时间与历史遗忘的角落里，总潜藏着人们无法解释的恐怖存在。它们可能是一座荒废的孤儿院，一个神秘的古董市场，或是一间被封锁的废仓库。无论它们如何被掩盖、遗忘或否认，这些诅咒从未真正消失，只是在等待下一个毫无戒心的闯入者。娃娃，这看似无害的儿时玩伴，却总带着一丝令人不安的阴影。他们拥有一张凝视着你的脸，一双永远睁大的眼睛，与一个不变的微笑。有人说，他们只是冰冷的玩具，但也有人相信，在深夜的静谧中，他们会悄无声息地动起来，行动缓慢而目的明确。当你走进那无人问津的遗忘之地，是否听见了窸窣的布料摩擦声，还是脚下轻轻破碎的玻璃颤音？那双无神的眼珠，是否曾在阴影里静静注视着你？以下的3个故事，便是那些曾与诅咒娃娃短暂交汇的灵魂所留下的最后记录。他们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暗世界，一个无法逃脱的死亡迷宫，而他们的结局从来不是幸运。还记得啊，娃娃从不会忘记。他们等待着下一个不知死活的闯入者，而你是否也会成为其中一员？夜幕下的玻璃娃娃，诅咒的轮回。我一直以为过去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渐渐消散，然而童年那场无法解释的恐怖经历却如阴霾般挥之不去。孤儿院，那座隐藏在镇边森林深处的巨大建筑，依然常在我的噩梦中浮现。我曾经住在那里，直到艾瑞克的失踪。当时我们年纪相仿，是最要好的朋友。艾瑞克比我胆大，总是想方设法闯进那些被禁入的房间，特别是阁楼。阁楼里摆着许多被遗弃的旧玩具和杂物，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精致的玻璃娃娃。她穿着一件陈旧却华丽的蕾丝裙，面容细腻的像活人一般。她的名字是伊芙琳，孤儿院里的孩子们都知道她的传说。如果你盯着她看太久，伊芙琳会回望你，孩子们总是这么说。艾瑞克从来不信。那个阴冷的秋夜，他坚持要带我上阁楼玩捉迷藏。我害怕极了，但又不想被他笑话，于是还是跟着去了。然而那晚之后，他便永远消失了。警察和大人们都说他可能是逃跑了，或者在夜里迷了路，但我知道不是。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那个诡异的阁楼。多年来，我努力让自己忘记这一切，直到某天，一通陌生的电话彻底打碎了我拼凑起来的平静生活。请问是亚历克斯先生吗？电话里的声音低沉而冷漠，带着不易察觉的异样。是我，请问您哪位？我压抑着心中的疑惑。我们在修复旧孤儿院时发现了一些属于您的物品，请您前来确认。我愣住了。孤儿院早在多年前被废弃，怎么会有人修复？我追问对方是谁，却只得到一个地址，然后电话便被挂断了。我知道自己不该回去，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拒绝这样奇怪的邀请。但那个名字，艾瑞克，那段未解的回忆，仿佛尖锐的匕首，深深刺入我的脑海。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能够揭开当年那场恐怖事件的真相。我抵达孤儿院时，夜幕早已降临，阴云密布，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湿冷气息。孤儿院的大门铁锁早已锈蚀，但在我接近时却缓缓开启，仿佛在默默迎接。走廊里的灯早已毁坏，只剩淡淡的月光从破碎的窗户间洒落，照亮发霉的墙面和满是尘土的地板。我点亮手电筒，耳边是空气中微弱的风声，还有木板在脚下发出的刺耳吱呀声。那时候的孤儿院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寂静。我穿过那条熟悉的长廊，朝楼梯走去，内心的恐惧越来越强烈。没有人影，也没有电话里所说的物品，一切都像是个诡异的玩笑。突然，
一阵细弱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，我僵住了，心跳几乎停滞。那脚步声不疾不徐，好像是个孩子正在慢慢靠近。我咬紧牙关，提着手电筒走上2楼。楼梯尽头是那扇半掩的阁楼门，还有伊芙琳。那个玻璃娃娃静静地坐在门边，脸上挂着熟悉的微笑，眼珠深黑如漩涡。他的双手搁在膝盖上，指尖微微朝前，正在召唤我靠近。亚历克斯，救我！一个虚弱的声音从阁楼深处传来，是艾瑞克的声音。我顾不得多想，推开门冲了进去。阁楼里的空气潮湿冰冷，四周堆满了破烂的玩具与残旧的家具，多年来从未被打扰。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四处扫过，最后停在了阁楼的墙上。那是一排排孩子的画像，每个孩子的脸庞都扭曲诡异，嘴角挂着鬼笑，眼神空洞，像是在看着我。我转身想逃，却发现身后的门已经紧紧关上。脚步声再次响起，比之前更密集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。我狂拍房门，双手颤抖不止，但一切徒劳无功。不要走，还差一个冰冷刺骨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。我猛地转头，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缓缓走来，是艾瑞克。他脸上的皮肤苍白裂开，露出冰冷的玻璃光泽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他的嘴角裂出一个狰狞的微笑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感到肩膀被一只冰冷的玻璃手死死抓住，身体渐渐麻木僵硬，视线开始模糊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四周一片黑暗。我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却发现它们已变得透明冰冷，闪着玻璃般的寒光。我的心脏猛然一紧，想要尖叫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身边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似乎有个孩子走进了阁楼。我努力想要动弹，但身体却被无形的力量禁锢在原地。一束微弱的手电筒光芒透过门缝射入，映在不远处的伊芙琳脸上。她的嘴角再次扬起那熟悉的欢迎笑容。新的游戏又开始了。诅咒的绳结，怨灵布娃娃的复仇。我是一个小型古董店的收藏家，专门寻找来自世界各地的稀有玩具和娃娃。当我在一个偏远的东欧市集里看到那个用黑色麻绳缠绕的布娃娃时，心里泛起一种说不出的古怪感觉。它身形纤细，布料泛黄发霉，脸上绘着粗糙的五官，2颗玻璃珠子做成的眼睛阴森森地直视着前方，嘴角则是以红线缝织出一个勉强的笑容。最奇特的是，他身上缠满了打着复杂接法的黑色绳索，看起来仿佛是一种封印。摊主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，当我问他价钱时，他的脸瞬间阴沉下来。这不是卖的东西，带回去会出事。我只当他是迷信，于是丢下钱，带着娃娃转身离开。回到家后，我将它随意放在书架上，并没有多想。当晚夜深人静，我正在书房里处理一些收购清单，耳边却总觉得有种异样的轻微响动，像是细绳摩擦的声音。我四下张望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当我准备关灯上楼时，目光无意间扫到了布娃娃。他仍然静静地坐在书架上，但有什么不对？我记得很清楚，白天回来时，娃娃的手臂应该是自然垂下的，现在却仿佛在微微举起，像是要向我伸出求助之手。错觉，我告诉自己，将娃娃的手压回去，然后匆匆离开。然而，半夜里我突然惊醒，心脏狂跳不止。房间里一片黑暗，但耳边却传来了轻轻的绳索摩擦声，还夹杂着似有似无的低语。我猛地起身打开灯，四处搜寻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当我转身准备躺回床上时，才发现床边的地毯上有一道长长的黑色痕迹，像是什么东西从书房一路拖行到这里。突然，
门边的阴影中传来一声轻微的啪声，像是绳结被扯紧。我压下惊恐，缓缓移动视线，布娃娃正直直站在门边，黑色的绳索垂落到地板上，像是一条条蠕动的毒蛇。我发出一声惊叫，踉跄着向后退去。布娃娃一动不动，但它身上的绳结似乎变得更加松散，绳头拖曳在地上，布料暗处还渗出一点点暗红色的液体。见鬼了！我结结巴巴地自言自语。一切太过诡异，我决定立刻处理掉那个可怕的东西。我抓起娃娃，用力把它塞进垃圾袋里，然后将整个袋子丢进后院的焚烧桶，点起火焰。黑烟升腾而起，娃娃在火中扭曲变形，绳结发出尖锐的爆裂声，仿佛在挣扎。然而，火焰熄灭后，焚烧桶里却只剩下一滩发黑的绳结灰烬和烧焦的碎布。我松了口气，回到房间，准备好好睡上一觉。然而，深夜时分，我再次从一种诡异的窒息感中惊醒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熏气息，像是刚烧过什么东西。我的脖子上感到一阵冷冰冰的触感，像是什么东西轻轻缠绕了上来。我急忙打开灯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，一条湿冷的黑色绳索紧紧缠住了我的手腕，另一条绳子缓缓爬上脖子，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我看到了最无法理解的景象：房间角落里，那个本该被烧毁的布娃娃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，绳索如活物般在它四周游走，像是蛇在守护着主子。它的眼睛闪着诡异的黑光，嘴角的红线笑容被扯得更加夸张，它在嘲笑我那可笑的挣扎。是，我去了！一个沙哑而尖锐的声音从娃娃身体深处响起，像是来自地狱的呢喃。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脖子上的绳索越收越紧。就在我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脑海中浮现了那个老妇人的话：这不是卖的东西，带回去会出事。后来，警方在我的房子里找到了一具被黑色麻绳死死缠住的尸体，绳索深深嵌入皮肤，甚至勒断了几根骨头，场景可怖至极。法医无法解释绳索的来源，也无法解开那些复杂诡异的结。更可怕的是，警方的物证室里，从案发现场带回的那个布娃娃，竟然在夜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而远在东欧的某个荒凉市场角落里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正默默摆放着她的摊位。摆在摊位最显眼处的是一个脸上系着红线微笑，被黑色绳结紧紧缠绕的布娃娃，等待着下一个倒霉的买家。诅咒的画布娃娃，灵魂的替代者。那个废弃的仓库自我童年起就被视为镇上的禁地，没有人知道它最初的用途，也没人愿意靠近它。传言说里面藏着某种可怕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个画布娃娃的故事，伴随着恐怖传说在镇上流传。据说任何进入仓库的人都会见到一个脸部模糊、全身覆满脏污画布的巨大娃娃。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娃娃的脸会逐渐变成入侵者的模样，并取代他们的灵魂。我从不相信这些故事，但我的朋友莉亚和丹尼总觉得挑战那些灵异传说很有趣。某个闷热的夏夜，他们怂恿我和另一个朋友杰克一起去那座废仓库探险。起初我拒绝了，毕竟那些古老的恐怖故事足够让人胆寒，但在几杯啤酒的怂恿下，我的理智逐渐崩溃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们选在午夜时分出发，月光暗淡，整个镇上安静得令人心慌。那座发仓库矗立在镇外的一片荒地里，废旧破败的金属墙皮上满是锈迹和风化的痕迹，像一头腐烂的巨兽，沉睡在深夜的孤寂中。你们确定要进去吗？我站在门外，满心怀疑。丹尼不耐烦地撬开了仓库的铁门，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怕了？不会吧？莉亚拿着手机，笑着说：别担心，这只是个废弃的旧建筑，
进去看看没什么的。无奈之下，我和杰克也跟了进去。进入仓库后，一股刺鼻的腐朽味扑面而来，空气浓厚而沉闷，仿佛掩埋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仓库里一片昏暗，仅有几束微弱的月光透过破烂的屋顶照射进来。我们点亮了手电筒，光束在空中穿过灰尘与蛛网，投射出如烟雾般的光影。看这里，丹尼兴奋地大喊。他的光束停在仓库深处的一个巨大木箱上，箱子的一角破裂了，里面露出了一块模糊不清的画布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箱子，杰克用手电照着，利亚则开始录影。破损的木箱里是一个巨大的人形布偶，面部被脏污的画布紧紧包裹着，身体扭曲的不自然，像是被随意塞进箱子里。这该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画布娃娃吧？利亚半开玩笑地说。就在这时，娃娃的头突然缓缓转向我们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我们全都僵住了。一定是老鼠，丹尼笑着说，却不敢上前。我仔细盯着娃娃的脸，心跳几乎停止。那块脏兮兮的画布下面隐约露出一个苍白的轮廓，轮廓的五官竟然有些像丹尼。我们快走！我猛地拉住利亚的手臂，心底的不安变得越发强烈。然而，仓库的铁门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，回音在废旧的建筑里颤动不止。我们冲过去用力推门，但铁门纹丝不动，似乎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牢牢锁住。身后，箱子里传来咯咯的声音，像是某种古老关节移动的摩擦。当我们再次回头时，那个巨大的画布娃娃竟已经站了起来，歪着头，眼神空洞地盯着我们。更可怕的是，娃娃的脸部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，竟与丹尼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不可能！丹尼惊恐地尖叫，疯狂后退。娃娃一步步走向丹尼，脚步声沉重而缓慢。每走一步，驼的身躯就变得更加人性化，而丹尼的脸色则越来越苍白，仿佛灵魂正在被无情地抽离。救我！丹尼发出最后一声惨叫，接着他的身体瞬间崩解，化作一片破烂的画布与碎布条，散落在地板上。我们疯狂地跑向仓库深处，却发现不论怎么跑都无法找到出口。四周的空间仿佛无限延伸，周围开始浮现更多巨大的人形画布娃娃，每个的脸都变成了我们的模样，嘴角扬起僵硬扭曲的笑容。突然，我感到手腕被一股冰冷而坚硬的力量紧紧抓住，回头一看，竟是一个朝着我脸庞的画布娃娃。他的嘴巴缓缓张开，发出沙哑低沉的声音：“轮到你了。”我想尖叫，却发不出声音，最后的视线被无尽的黑暗吞噬。几天后，警方在废仓库里发现了我们的手机与随身物品，里面保存着一段诡异的录影。画面里，利亚、丹尼、杰克和我惊恐地四处奔跑，直到影像变得模糊扭曲，最后镜头对准了一个满是画布的巨大人形娃娃。那个娃娃的脸是我们4个人扭曲的混合体。警方以青少年失踪案结案，而废仓库再次被封锁。然而，那段录影成为镇上最新的都市传说。人们说，午夜时分，若有人靠近仓库，仍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低语和布料摩擦的声音。仓库的门依旧紧锁，但谁也无法解释，为什么有人总能在清晨时发现几块破旧的画布布条，湿冷地挂在仓库门口，似乎在等待新的灵魂闯入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